500多年以前，三次方程作为一个数学难题，难倒了很多数学家。一个叫塔塔利亚的人研究出了实数的解法，这就是塔塔利亚。一个数学家卡丹虚心地向他请教这种解法。塔塔利亚说：“你得发誓，不许告诉任何人。”于是卡丹对天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于是塔塔利亚用诗歌的形式把解法的秘密隐藏在谜题之中。卡丹拿到这个谜一样的诗歌以后，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一天，他悟出来其中的含义，蹦了起来，说：“我懂了，我懂了。”然后他进一步研究出了复数的解法，并且告诉了塔塔利亚说：“我还研究出了复数的解法。”塔塔利亚看着有点生气，想：“你怎么就知道解法？”就说：“你这个解的不对，你这个解的不对。”可是卡丹不管他，并把这个解法发表了出去，而且起名为卡丹公式。这使得塔塔利亚暴跳如雷，这明明是我研究出来的，怎么成为了卡丹公式？但是因为这已经发表出来了，所以几百年过去了，大家还是管它叫卡丹公数。这个塔塔利亚非常的冤枉，这就是卡丹公式的秘密。卡丹虽然窃取了三次方程的解法的秘密，但是他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他的儿子成了杀人犯，他的女儿不仅成为了妓女，而且还吸了毒，而他自己也坐过大牢。更离谱的是，他居然靠占卜算出了自己哪天会死，为了证明自己算得准，于忌日的当天果断的自杀了。那么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阐述卡丹公式中隐藏的数学秘密。事实上，对任一个三次方程，我们都可以通过平移变换给它变成 x 立方加 px 加 q 等于0的形式，就是说没有平方项。那么具体的变换，我们可以设 x 等于 y 减去 a 除以3，那么就会变成一个 y 的立方加上 py 加 q 等于0这样的形式。我们 review 一下这个过程，把 y 减a 带到这里头去，那么给它展开，就变成了 y 的立方减 3y 的平方，巴拉巴拉，加上这个 a， 这是平方也展开。都展开了之后，我们注意到这个 y 的平方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只有这么两个地方有 y 的平方项。那么这个呢是负 a y 的平方，这是正 a y 的平方，那么就消掉了。消掉了之后，剩下的只剩下 y 的一次项和 y 的立方项，也就可以变成 y 的立方加 py 加 q 的形式了。那么化简后就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就是 p， 这个就是 q， 所以我们只要解出这个方程就是没有平方项的三次立方方程的根，那么所有的三次立方的方程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We do that let x equal to alpha plus beta, and we notice alpha plus beta cube minus 3 alpha beta, alpha plus beta minus alpha cube plus beta cube is equal to 0。显然，如果我们让 p 等于负的3阿尔法贝塔 q 等于负的阿尔法的立方加贝塔的立方，那么呢，这个阿尔法加贝塔就会是 x 立方加 px 加 q 等于0的一个根。那我们如果要是把阿尔法贝塔用 pq 来表示出来，再把阿尔法加贝塔加起来，那么这个方程的根不就求出来了吗？这个我们给它立方，那么就是阿尔法的立方贝塔的立方等于负的27分之 p 的立方。然后这个式呢，我可以反着写，阿尔法立方加贝塔的立方等于负 q。那么阿尔法的立方贝塔的立方视为两个根，某个方程的两个根。那么根据韦达定理，那我们就可以写成 t 的平方加上 qt， 然后减去 p 的立方除以27等于0。这阿尔法立方贝塔立方就是这个 t 方程的两个根。
那么根据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下 b 方就是 q 平方减4就是加上4p 的立方除以27，那把这4可以拿到外头去，那就是负的2分之 q 加减根号下 q 的平方除以4加上 p 的立方除以27。由此我们得出了第一个实根阿尔法等于3下根号这一大堆，贝塔等于3下根号这一大堆。那么 x 或者说 x1 等于阿尔法加贝塔，就是3下根号这一堆加上另外的3下根号一堆。在 Google 上或在网上，一般来说做到这步他就不往下做了，但是我们这不行，我们还得往下做。这是做出一个根，这个根是个实根，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它总会有一个实根，因为是3次函数嘛，3次函数总会 x 负无穷的时候是负无穷大， x 正无穷的时候是正无穷大，也就必然会有那么一个地方它过这个 x 轴，就肯定有一个实根。那么有一个实根，那么另外的 x2、x3 等于多少呢？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来求 x2、x3， 就是所谓的综合除法，也叫做常除法。那么我们把这个方程写在这个地方。那么阿尔法加贝塔是一个根，所以呢，因式分解后会有 x 减去括号阿尔法加贝塔。那么这个算法和平时没什么区别，我们就乘一个 x 平方，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 x 的立方了。然后呢是减去阿尔法加贝塔 x 平方。那么上边的一减下边，那就变成了阿尔法正的了，阿尔法加贝塔 x 的平方。那么要乘以这个，那就还得加一个阿尔法加贝塔乘以个 x， 这样它乘出来就会是阿尔法加贝塔 x 平方。那么第一个乘以第一个，那就是阿尔法加贝塔乘以 x 的平方。这还有第二项，第二项呢就是减去阿尔法加贝塔的平方 x。那么这一项减去这一项，那就是 p 加上阿尔法加贝塔括号的平方乘以 x。那么这个呢也必须乘以这么个系数才能消掉，所以呢加上 p 加上阿尔法加贝塔的平方，那它一乘就乘出这个 p 加阿尔法加贝塔的平方 x， 然后后头呢又多一个这个，多一个呢就减去阿尔法加贝塔，然后乘以里头的 p 加上阿尔法加贝塔的平方。那么这个一减去底下这个就应该是余式了，也就是说 q 加上上面的阿尔法加贝塔，完了是 p 加上阿尔法加贝塔平方。因为 x 减阿尔法加贝塔是它的一个因子，所以这个其实是应该等于0的。那么这个等不等于0呢？那我们给它展开一下子，其实它就是阿尔法加贝塔的立方加上 p 倍的阿尔法加贝塔，然后加 q 等于0。这个当然是等于0，因为阿尔法加贝塔是 x 立方加 px 加 q 的一个根嘛，所以它等于0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给它因式分解开了，一个因子是这个，一个因子是个二次的方程。那么我们把这个二次方程解一下子，解这个方程之前先把这个 p 也换成阿尔法贝塔。那我知道这个 p 就是负的3分之 p 等于阿尔法贝塔，也就是说 p 等于负的3倍的阿尔法贝塔。那么带进去，那这个方程就变成 x 平方加上阿尔法加贝塔 x， 然后呢这是减3阿尔法贝塔，那就是加上阿尔法方加贝塔方减去阿尔法贝塔等于0，因为减3阿尔法贝塔嘛，这里头有个2阿尔法贝塔，所以减阿尔法贝塔等于0。那么这个二次方程我们可以用求根公式来求，在做之前判别式
德尔塔等于 b 方减 c/c， 那阿尔法加贝塔的平方减去4贝塔，阿尔法方加贝塔平方减去阿尔法贝塔，那么给它展开，阿尔法方加2阿尔法贝塔加贝塔方减去4阿尔法方减4贝塔方加上4阿尔法贝塔，那么合并同类项，这就是负3倍的阿尔法方减去3倍的贝塔方加上6倍的阿尔法贝塔，看着比较熟悉。那么减3是阿尔法方减去2阿尔法贝塔加贝塔的平方，所以呢，它有可能能开出平方来，减3阿尔法减贝塔平方。那么 x2 x3 就知道了 ，x2 x3 等于2a 就2负 b 就负阿尔法加贝塔，然后呢加减根号德尔塔，那么就是负阿尔法加贝塔加减就是阿尔法减贝塔根号负3，也就是根号3i 除以2。这里 i 是虚数单位 ，i 等于根号负1。那么这个 x2 我取加号 ，x3 取减号，那么分别写一下子 x2 是负阿尔法加贝塔加上阿尔法减贝塔根号3i， 然后呢除以个2，然后等于这个1/2先放着，这里头呢阿尔法放一块，那就是负1，然后是加上根号3i， 这是阿尔法，贝塔放一块，那就是减去贝塔，然后是1加上根号3i。同理 x3 是里头取减号，那是负阿尔法加贝塔减去阿尔法减贝塔根号3i， 然后除以2，等于那这个阿尔法放在前头就是负的1/2，这是减去2/根号3i， 贝塔呢是放在前头，那么前面也是负的1/2，然后这是加上2/根号3i， 就是和这个交叉相反。那么我们把欧米伽1记为负1/2减2/根号3除以2i， 欧米伽2记为负的1/2加上根号3除以2i。那么方程的3个根就写出来了。那么以 x1 是等于阿尔法加贝塔，这阿尔法和贝塔就是前面3枚所求的，可以用 PQ 来表示。那么 x2 就等于阿尔法欧米伽1加上贝塔欧米伽2， x3 等于阿尔法欧米伽2加上贝塔欧米伽1，就都求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把上一期的一个例题，我们用我们这个求根公式来试一下。比如说 x 立方减 3x 加1等于0。那么对照 x 立方加 px 加 q， 我们知道这个 p 等于负3， q 等于1。那么阿尔法我们先算一下，阿尔法等于3下根号负的2/q， 那就是1/2加上根号4/q 方就1/4， 27p 的立方，这就是负27除以27，就是3下根号负21加上根号1/4减去1，那是3下根号负的1/2，那是加上2/根号3i。那么贝塔带进去，那它是俩对称的，那就是3下根号负的1/2减去2/根号3i。我们知道负的1/2等于 cos 2派，sin 2派等于2/根号3，所以这就可以写成 cos 2派加 i sin 2派，也就是说是 e 的2派 i。那么开3下根号是阿尔法等于 e 的2/9派 i。那么同样这个贝塔就等于 e 的负的2/9派 i。
那么 x 等于阿尔法加贝塔 x1，那么虚部去掉就是2倍的 cos 9/2派。那么显然这个结果和我们上一节课伪神的那个办法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求 x2 x3， 那么先把欧米伽2给表示一下子。那么欧米伽1等于，这是负1/2，那就是cos 3/2派减去 i sin 3/2派等于 e 的负的3/2派 i。那么欧米伽2也类似，这 cos 这波是加上，也就是 e 的正的3/2派 i。x2 等于阿尔法欧米伽1加上贝塔欧米伽2，阿尔法是 e 的9/2派 i， 欧米伽1是 e 的负的2/3派 i， 加上贝塔是 e 的负的9/2派 i， 然后这是欧米伽2是 e 的2/3派 i， 那么等于这是负2/3，就是负的2/3等于负的9/6， 9/6再减就是负的4/9了，那就是 e 的负的4/9派 i， 然后加上 e 的正的4/9派 i， 也就是说等于2倍的 cos 4/9派。那么4/9派其实就是 cos 14派，所以它对应伪神那个道题里的2倍的 cos 14派，它是一样的。那么看 x3 等于阿尔法欧米伽2加上贝塔欧米伽1，那么阿尔法是 e 的9/2派 i， 那么欧米伽2是 e 的2/3派 i， 加上贝塔是 e 的负的9/2派 i， 欧米伽1是 e 的负的2/3派 i， 那么这是等于 e 的，这是2/3，这就是9/6， 6、7、8， 9/8，那么9/8派 i 加上 e 的负的9/8派 i， 也等于2倍的 cos 9/8派。这样这3个根就都求出来了，而这3个根和我们上一节课用伪神办法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